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二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尊享休学日记、PD Vlog 等精彩衍生。要喝咖啡吗？好的。跟吴总的男人给吴总弄杯咖啡。拍一个。耶！早上喝一杯咖啡，感觉不一样。对，对。然后，而且我头一次这种感觉，早上喝。我也觉得这里有点就露营的一个感觉。你要不要先给他送一杯好的，热的过来？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不客气。哇，太窝心了。不客气，一会儿没事过来可以坐，好的，聊天听歌。可以。早，早啊，早安，马克巴卡。早安，马克巴卡。摩卡摩卡。好，无敌蟹蟹，这是什么味儿的？咖啡味儿的，不是，偏酸还是偏苦啊？尝尝你就知道了。偏咖啡味儿了。你们在这开咖啡店呢？来呀 ，Hello！ 哇，我们竟然还能够悠闲的过个早晨。对，早，早，早啊！给你来一杯啊。好啊。你喝不了给那个潇潇。是加了茅台的咖啡吗？茅台 Tequila。我老公都找不着了，我老公呢？周先生，我找不到你。哎呀妈呀，你这。因为跟这造型，这样看他好像7个小矮人。蓝精灵。伙伴们，我们可以吃饭啦！吃饭。走。小何啥时候到啊？你有多想他？我想到了一个破解他们随机居的这么一个叫法，他得叫我何教练。你好帅啊，在这个镜头上。哥哥姐姐们好。Hello。而且你这样出场好帅哦。哎。一个新朋友，一个老朋友，18岁就认識他。西生西太你好。以前就认识佑君，因为我跟他姐姐是朋友，认識他有好多年了，有10年了吧。走，吃飯啦！走。因為幾好啊！你自唔自在啊？鏡頭前？盡量自在咯，都 OK。因為 I think 大家又好。Yeah, I'm always like cracking jokes, trying to make you relax. 咁你嚟埋，我都琴日同佢講啊嚟，我都好期待你咁啱又快啲嚟。Yeah. 你 college 喺邊啊？我都喺美國，我喺GW。哦 ，OK， 知道。你係英國㗎嘛？唔係啊，我美國㗎。你係美國。我 MIT。哦。跟住美國完咗之後，我就 want to be a successful entrepreneur. Yeah. On your own, do it from ground zero, raise like angel rounds, with the PowerPoint, 跟住慢慢做大。So that became like my life goal. Yeah. 我哋其實 check out 都係一個 Series D。香港啊？
London，yeah。咁老闆係瑞士人，咁 based in like 總部喺 London 啦。咁我就係而家喺呢間公司負責成個亞太區。咁有少係 That's a pretty big role。你屋企唔使逼你翻咩？應該咁講啦，我老豆佢又冇特別講過。I think 佢係有佢嘅，即係唔想話喂你要翻嚟幫我喎。咁冇講到好白咯。幾歲64今年。哦，同我媽差唔多，我媽羅生。Yeah。冇清晰講，仲係即係俾你足夠 freedom，你想點點？ Yeah， 咁可能佢又見到而家喺出邊做緊嘅嘢，又覺得。哦，咁你都有少少你嘅成績，咁覺得冇必要，唔係少少成績咯。no， 咁我哋 parents 一定係覺得創業打啲嘢出嚟，咁佢哋一定係有一個咁樣嘅認為。係，或者佢打翻嚟啲嘢要即係要 make sure 你係可以保得住。咁同埋可能有啲嘢佢會始終都覺得你都係打工啫。我 I don't care how big your role is, right? Like it's you're still 打緊工。Yeah。其實我跟 Mario 有很多共同朋友。可能說出來也沒有人相信，我們是從來沒有認識過的。但是，看到他有一種親切感。我你 OK 好啦。每一個好朋友都跟我說，他是一個非常上進、非常好的一個紳士。所以在這個節目認識到他，挺開心的，又多了一個新的好兄弟。走啦，有飯吃啦，哦，火鍋喎，各種熱鍋，哦，它是煮好的，對，那你也可以往裡再涮點東西，比如菜啊什麼的，這看起來不錯哎，羊肉、羊腿，什麼都有，太香了，太誇張了吧？來吧，乾飯。我先給你們盛湯吧。OK， 好的。爸爸幫我擰一下，你的水杯太緊了。敏敏，我來試一下，也還行。不是下面這個啊，不行，來吧。來，我來。來，老公，來，謝謝，老公。搞什麼鬼啦，真的是。來把那個碗給我。還是要輪回我老公自己給我弄。這個是羊湯嗎？對，羊湯很好喝的哦。要米飯嗎？你們？我們這有，我們有一桶。也有 ，OK，要不要 OK？謝謝。麗莎姐，你要米飯嗎？啊，一丟丟。一點點。哇，這個羊肉真的是好吃啊！好吃，很鮮哈。很香，而且。沒有昨天晚上吃的那麼淒慘。你再教弟弟講講廣東話。廣東話。你想講咩？你識講啊？我聽不懂你的廣東話怎麼說。唔識聽。你先看。或聽唔明。聽唔明。聽唔明。對。你們學情話。聽唔明。我覺得你們幾個廣東話都要有進步了，錄完這節目之後。誰聽誰學？王愛玲從昨天就開始問我，你到底什麼時候到？真的，就你身邊這兩個男人，真的可想念你了。真的，我都有點懷疑。懷疑什麼？人生。對啊，你怎麼沒有思念我呢？真的是。哎呦，我也有。你輸了，就是他第一時間告訴我們的。就是，他不是那種輸了，等他回來咱們高興，他是那種輸了。千女、肥熊，你們這一對是怎麼官宣的？為什麼我還有點好奇？好像我們就是一開始都沒有想過要官宣，但是它就有一個微博的號是那種用戶1998什麼，就很長一個，隨便註冊了就會給你的那個名字。
小后。然后人家找到了他的微博之后，他发了一条祝我生日快乐，然后我就在下面说哦 Thank you， 然后我说 Thank you my soulmate 这样子。然后就那个爆出来了，微博的时候，吴千语和用户XXYYY1998。我要想知道千羽啊，还有小诗啊，你们家长是如何认可你们的感情的？我记得很清楚啊，就第一次就被媒体在写我们的时候呢，我爸当时就发了一个信息给我，他只是发了那个杂志的那个封面，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他这个就是他表态不满意。他就觉得为什么我们家族的名字要出现在一个娱乐版的一个报道里边，他就对，就这个是他去表达他不满意的一个做法吧。那当然，千羽也无论家人怎么样去对待他，他什么中秋啊、新年的时候肯定会买什么月饼、萝卜糕。新年的时候会买月饼啊？啊？新年的时候会买月饼。萝卜糕啦。中秋。对，中秋买的。我跟你开玩笑，你不用理我，你继续说。他很无聊的。当时我跟千羽刚谈恋爱的时候，家里边的人不太了解他，也会被一些媒体的报道会对于他有一个看法。但是我很感激千羽，他无论是别人怎样去想他，他也会做他认为是对的事。那比如说中秋节的时候，他肯定会跟我的家人，就爷爷、我爸爸、二叔、三叔、四叔、我姐姐，每一个家庭也会送一份那个月饼，或者是新年的时候萝卜糕、年糕也会每一个家庭也会送一份，就因为他觉得她是我的当时的一个女朋友，我送礼物给你的家人是代表我的一个尊重。其实我最终我爸爸也被千羽这种行为就打动了。那其实到了很后期，我才知道，其实我爸爸也有偷偷的在菜市场里边会买新鲜的鱼，最好的什么不同的斑什么就最好的鱼，然后他会送过去千羽的妈妈爸爸的家里边。对。其实我觉得，我比较认定他的一件事是跟家长有关的，因为我对我妈妈就是自己对自己妈妈都不太有耐心。我觉得我妈妈是一个比较好学的人，她很喜欢学电脑上的东西。然后我妈妈有一天就跟我说：“哦，我这个某个品牌的笔记本不行，因为她在学什么中医的一个事情，她要做一个 PDF 之类的。”然后我就说：“那我打给你钱，然后你自己去买。”但是呢，他就帮他买好、安好，然后送过去给他，所以他就是对我母亲比我自己更有耐心一些，我就觉得很难得，也是他是第一个、唯一一个可以对我母亲如此的有耐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花的不是一个钱可以解决的，是要有时间跟精神。所以我妈妈当然是非常喜欢他，对。那也很聪明，得到了母亲大人的认可。对，他可能是一个策略，擒贼先擒王。这一堆，请问是怎么官宣的？就去年前年，然后我俩去那个深圳，然后正好那天是怎么拍到，还是说怎么回事？那会儿刚复合的时候，去年前年是被拍的。对，然后我就发了个微博，刻在我心里的名字，我就发上去了。哎呀！我这汗毛啊！
我这血氧都蹦出来了。哎呀，挺肉麻的。对。对，人家自己在搜嘛。我就打开了微博，想搜一下我的文案。那怎么？因为我们当时已经想好告诉大家就是要结婚生孩子，所以我们还特意之前先去拍了一张这个红底的照片嘛，但是这个字儿我就忘了。你的眼光真好。哦，你记得？哎，真的是这个。对，你搜眼光应该就能出来。但有个比文案好笑的故事，就是红色背景的那个马啊，然后呢，男方一般是比女方高的嘛，right？ 然后嘞？然后呢，就你看啊，比如说这种啊，你看这张对吧？你会看到，其实我是比他高的。对。那么，而且不是高一点点哦。是怎么做到的？就是我们坐在那个很挤的那个背影板之后呢，我塞了5个那个枕头。我基本上做的时候呢是可能会，你懂吗？就是才刚刚好跟他这样子，然后他还要这样全程的这样子做。我说你不要挤我，我要倒了。揭开谜底了，5个枕头。5个枕头。你真的高呀！你真的会因为这个在意吗？他不会有吧？我感觉我从他小的时候就认识他。小的时候。一直很自信，是不是？一直都那么自信。也成年了已经。没有我那个怎么说呢？因为我那个。算过，就是中国的那个男性平均身高，我原来是在平均线以上的，没事，挺好的。理科男又来了。丹姐呢？我们2个是那个时候在一起讨论过，就是我们不想主动官宣。对，就想说什么时候被拍到，什么时候再说。但是没有想到聊完没几天，我们就因为一张拥吻照再见到了，是吗？所以现在每次盘点，我们都是用的那张照片。来，搜一下。就是我也想看吻照啊。是不是这张？对。你们都不是那种就是小小的吻，一个是那种真的那样吻的哦。我们又不知道。姐，你看你笑得多开心！哎呀，你看他笑得多开心，毫不顾这个大爷的感受。对，你看这个大爷在假装看不到。哎呦！这导致每次发我们的新闻都是这张照片，要命的，没法避开了。后来我们发了一张是黑白的，做了个素描版，就是主动官宣。哎呦！哇哦！然后我们这4对呢都已经是既定事实了，但是其实莎莎和潇潇其实没有正式官宣的，是吗？应该这个节目算是你们完全360度的呈现了。对，后脑勺都有一个机器。就是其实有被拍到狗仔拍到1次，有一次媒体就到杭州的那个家想要来拍我们，想要男朋友是谁，不知道他们是穿的什么衣服，就从早到晚，挺恐怖的。我打视频跟他打视频的内容，他们都直接可以聚焦到这个镜头。哇！他们看我跟谁视频，然后那个时候我在哭，因为我爸爸是刚刚就跟我发消息说我的狗，因为它年纪大了，然后可能没有几天就要去世了，然后我就不行了，一下子就蹲在路边哭，然后打电话给他，然后狗仔就写新闻说
你看莎莎又失恋了。刚当时放大，因为你的大头是吗？对，一个大头就往那大。后来知道有人跟拍之后，我俩就伪装。伪装。我装成外卖小哥，他装成老太太。他给我买了老太太的衣服，就是那种很旧的，然后毛线帽那种，紫红色的老太太，头发全部包起来。最后有被拍吗？没有拍，因为这样就没有兴趣了。我也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潇潇这次来，确实有点紧张，在刚开始的时候，自己也给了多少勇气，还是姐姐给了比较多的勇气？这个勇气是怎么来的？对，勇气全在他身上。对，要我尽量，我可能我先有几个作品，就可能还会就骂点还少一点。对，如果一文不白的就上来了，那不就会被很严重的说。但是后来其实他给我很大的勇气，说上这个节目其实没什么，只要互相是相爱的，其实没有杂念的，没有杂念的，对，就不要在乎他人怎么说，尽量。特别好。潇潇，你在你们的关系里面，在你们的爱情里，你会有不自信的时候吗？有，穷，没钱，对，刚毕业大学生，怀揣梦想，兜里一文不值。好可爱。那你如何克服这个不自信呢？过2年就有钱了。哎呦，可以哦。当然，过2年多参加工作，然后攒一部分积蓄，然后买点五金。5金，买点5金。5金是黄金啊，5金。结婚那个不是有5金吗？对。但我特别喜欢你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你的眼神特别坚定，很坚定，眼里有光。是的，一切都会有。像潇潇，其实他现在，刚毕业，虽然我们年龄也有跨度，那我不会轻视他的未来。我觉得一个少年，他只要有拼搏的一个劲儿，然后他自己是愿意上进的，我觉得他一定会很好。太可爱了。所以大家也可以聊聊，你们在你们的爱情里面会有不自信的时候吗？就是我自己本身就会非常的不自信的一个人，然后感情里面也会有，但是他会给我很足的信心。比如怎样给你？就比如这没关系，再肉麻的话我们都能承受得住，都已经刻在心底的你了。也不是，就其实可能就是工作上面，假如结完婚我一直在家，他就会。别哭。挺好，特别棒，特别好。其实你会因为自己没有工作，在家里会有对自己的那个吗？否定吗？一点点，会有。女性都会这样子。你以前也是演员，对。可能是当你看着他在工作的时候，你也会很希望自己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嘛。但是可能我们这个职业确实有的时候也比较特殊，就是可能我刚生完孩子，或者是我自己本身也恢复的不是一个能够上镜的一个状态，然后再加上如果都进组了，那孩子呢？就这样。其实并不是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但是我身边的人都在忙，怕自己落后了，怕自己掉队。对，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叶琳，你会怎么做？当他有这样的情绪的时候，
现在他会觉得是我那个没有工作呀，是不是我养他呀，还是什么这个状态？那我养他那不是正常的吗？她是我老婆。那上大学条件不具备的时候，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养我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上海读书，租个房子，那个时候就是佳妮，甚至佳妮的父母来承担的。我看到别的女孩在下雨的时候坐在车里的时候，我只能说，就那时候连自行车都很难，没办法，然后他就跟他爸说，他爸就给他买一台车。所以说，那小的时候他养我，那老的时候我养他，没有什么问题。你没老啊，哥。对呀，就我养他老也 OK 啊。所以我觉得，就刚才潇潇说啊，我现在大学刚毕业，或者说我很穷，还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这是敢正面面对自己。因为只要你努力，你愿意去改变，就一切都会改变的。我觉得我现在陪伴老婆孩子在这个状态，是我大学毕业之后最想要的一个生活。他帮我完成了我的愿望，所以我后面在做的所有的事儿都是惊喜，这个惊喜也都是他给的。对，对，你加油，兄弟！给我都要听哭了，你看。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啊！其实我觉得我跟潇潇跟燕妮会有同感。就觉得在事业上就没有太稳定的时候，会有一定的不自信啊，因为大家对我的其中一个很大的误解是啊，他是谁谁谁，然后他是不需要工作的，然后他是要准备要继承家业啊，但是其实我从毕业之后一直都在外面打工的，也算是在从一个很基础的一个职位慢慢去做上去，当初可能跟千羽谈恋爱的时候，也会感到有点自卑，或者是没有信心。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他们起点可能比别人高，他们要进步的更大，别人才会觉得啊，你做了个什么东西出来。对，所以也是另外一种的压力。丹姐你会吗？当我们在认识他的时候，我是事业比较高峰的时候，所以整个人比较意气风发，就比较那个。但是呢，确实那个时候也会有很多的新闻，因为我那时候会有一些感情传闻啊什么的。因为媒体不老这样嘛，就恨不得把你所有的新闻全给你罗列一遍。其实我在以前的感情经历里，我并不是一个自信的人，所以那个你知道，女生还是会有点在意这个。就当我奔赴你的时候，并不希望我带着一个新闻在奔赴你，总会那个。但那个时候多少有点小顾虑，但是我就印象很深刻。周先生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你所有曾经的过往，对，都是才成就了此时此刻在我面前的这个你。”我就一直印象很深刻，这个也会给我很大的一个底气。所以每次就是我这样一个我在你面前。不管他从前经历过什么样的事件，不管别人怎么去评述这些事件。我爱的是经历过这些事件之后的这个人。别人的评述是别人的评述，我们看见六便士还是看见月光，是自己的选择，不要在乎别人的声音。走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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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课。我们还是那两个位置呗。今儿咱这位置应该还行，晒背，他们晒脸。哎呀，哇，这感觉太好了，棒棒。爸，接什么？你觉得？快，老师接。我不知道，我没反应过来。大家好，今天我们学习让吵架变成一种有效沟通。
吵架在亲密关系中是常见的，吵架没吵好伤感情，回避吵架也会伤感情。今天我们用戏剧的方式来探索亲密关系当中的矛盾，抽取吵架主题进行场景演绎，我们将一起来讨论如何才能够有效的沟通。打个样来，快，哥哥姐姐打个样。当然，请上戏的师哥师姐们来。我打完样，你们就不知道后边该怎么演，够不着了。师哥的霸气。不是，我是说我不会吵架。那师弟打个样吧。反正都得好。说说看。来，掌声欢迎第一组。你老师看着你。我就算了。这个压力。小秋，我在阳台里喝着酒。不要那么敏感行不行啊？净身出户啊！那神经病嘛，喝多了吧？每天回家都这么晚呢？你吃饭了不？没吃饭呀？你已经很久没有为我做饭了。喂。哦，行。好。谁给你打电话？谁给你电话？工作人员。说啥呀？你手机干嘛老扣起来呀？你就咱俩在家，你有什么可怕的？你怕我看到你手机上的通话内容还是什么？你看呗，你随便看呗。小秋，我在阳台里喝着酒。喝酒，阳台。那神经病嘛，喝多了吧？他知道你已婚了吗？你在跟我开玩笑吗？你要干嘛呀？我跟你说，你不能这样暧昧。你不要那么敏感行不行？我敏感。本来就是啊。你这好几个月都那么晚下班呢？我这是工作忙嘛，家里小孩还得买尿布嘛。是这样啊，我就是不喜欢你手机老偷偷摸摸的，奇奇怪怪的。我这没有。那你以后能不扣着手机吗？能不扣着？可以吗？可以不扣着。你怎么回？别给我打电话了啊！拉黑了啊！拉黑。行了吧？断了吧？是不是？连一个那种家庭号，然后你就能看我微信了。我不用看你的微信啊，反正人家对你的主动，你自己知道自己的分寸。你也是个聪明人的，胡来的话就净身出户了，对不对？什么？净身出户啊！行了，快走吧，别手机走吧，拿着你收起来，这啥也没干，你这等你干了我就晚了嘛。行了，行，好棒。请问你们两个在生活中会吵架吗？他很难让我生气。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你的女同学，还有一个女同学很喜欢晚上打电话要叫她出来喝酒啊，你在哪里？在这种比较晚的时候打给她2、3个，我就很不高兴了。然后我说我不太喜欢在这种时间。有女同学又来找你喝酒，而且就算你只是朋友关系，我也会觉得你出来的很容易。但是他解决方法特别好，然后因为他知道我介意了之后，他说我知道你不高兴了，以后这种事情
我不会让它发生。你不喜欢这个女孩，我会慢慢远离。他直接就做到。我觉得这样会给他安全感吧。他想要我就给他嘛，他觉得他介意我就去做呗。弟弟真的说到做到。对，突然间觉得你不像个小弟弟了。我这个不是挑事的人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确实不错，很安心，对，给女生非常大的安全感。可以，弟弟。來，掌聲歡迎第二組。問題同你講過好多次，我冇必要去買一啲咁貴重嘅嘢咯。為什麼你要管我？我又沒有花你的錢。哎，我回來了。買咗咩啊？今天逛街的時候看到這個花瓶很好看，有沒有？幾錢啊？就大幾百吧。點解又買呢啲嘢呢？那就好看就買了吧，因為我們家裡不是需要一些裝飾品。問題同你講過好多次，我覺得我哋冇必要去買一啲咁貴重嘅嘢咯。那是我自己的錢買的，那有什麼問題呢？我放在家裡跟你無關啊，而且這個我又沒有花你的錢。你係可以好平咁樣去買到一樣完全可以符合到呢個功能性嘅嘢。這不是功能性的問題，這是我喜歡，你就不用管啊。為什麼你要管我買什麼呢？我唔想日後我哋嘅小朋友會係帶住一個咁樣嘅消費觀咯。那你覺得吃飯吃得好一點也是很浪費，對不對？10塊錢可以吃一頓飯，100塊也可以吃一頓飯，那為什麼要花100塊吃一頓飯？唔一樣咯，因為嗰個係同呢個健康有關係噶嘛。那是你覺得，那是你覺得，為什麼一定要按照你這一套來？難道我說你學一個高爾夫的課程很貴，我來干涉你，我覺得你不應該花那個錢。但係我買嗰啲嘢係會升值。我們很難聊下去。我就突然間覺得，哎，其實你就是要演自己，演你曾經的自己。我們以前會經常因為消費觀的一個差異去吵架的。這個真的是我們會因為這個事情而吵。然後我的點就是，我覺得我自己花我自己的錢，你都要來管我。但是他的點是在於，他覺得我們倆如果要組織一個家庭，我們要一個一樣的價值觀。我的觀念是希望他管理好自己的財產。其實我覺得現在的我會認為，我當時的做法是不太正確的。我可以去發表我的一些想法，但是我不應該去強逼別人去接受我的那一套。經過跟他相處這麼久之後得出來的一個結論，就是他可能就是最終目的就是想讓我好好管理自己理財這件事情。幾十年之後，當我不工作的時候，可能我以後的生活會更舒服一點，財富會更自由一些。所以現在就是取了一個平衡。你演到青筋都爆出來了，剛剛。真係啊！我在家裡辦公總比我在別的地方辦公好吧？你愛我嗎？我最近有點不開心，就是我覺得你陪我陪的有點少，我現在就是經常都自己一個人。你有個迷你我跟你說話啊，最近。那他9點鐘睡覺了。我會不高興的。但沒辦法，我9點之後你也知道，中東那邊下午，美國那邊剛起來。那你說9點鐘之後，我肯定要跟他們聊啊。可是你不陪我的話，我就會變成一個不高興的人，然後我就會變醜、變胖、變得脾氣暴躁，然後小孩也不高興。老婆，你不讓我工作更多的話，我反過來講的話，我就會變蠢了。你愛我嗎？因為我愛你，所以我才要更快的成功。我不需要你財富自由，
但是我也想让你跟孩子们过上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跟我想负的责任。你现在你想工作几天呢？你跟我说说。我觉得上班这个事情在我身上没有概念，因为我是个创业者，所以创业这个事情是24小时，需要我就得去，所以我不能像能跟你算好这个时间值，我觉得这个有点。这一点数字概念都没有。12到14个小时吧。那你每一天都要这么工作12到14个小时吗？我觉得我可以这样去跟你分配吧，就有时候我到了14、15的几天，然后我会故意的有几天变成8到9个时间，这样子平均化来讲的话，还是回到12到14。哎，这 battle 多久？我累了，我也觉得。但其实我们聊工作陪伴的这个事情，实在是就已经发生过太多次了。我们现实生活中就是他知道我行程嘛，那他会跟我说，那你要不要陪我啊？他一讲了，我就会迅速的去变动我自己的行程。我觉得可能在感情中，我更看重的陪伴和 Mario 心里的陪伴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希望说这一次旅行的话，他只要是在我身边就可以。摄像机都在，他也不可能在摄像机面前就是一直用手机或者说是开电话会议回工作消息这样子，所以我也觉得很期待他这18天的高质量陪伴。下一段有请苏丹姐姐和一维哥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表演的片段。咱们儿子确实有点太磨蹭了，你跟儿子什么时候聊一下呗？你不要逼我也认可这件事情，我不认可。我们聊聊儿子呗。咱们儿子确实有点太磨蹭了，就每次出个门早上吃个早餐，人家都快7点多上学。你看我们家几点上的学，能在10点钟能够进学校就算不错了。不是你等他上了学，他不能迟到了，你再催他。你现在有什么可催的呢？不是，问题是从小看到大呀。有些人是从小看不到大的，该变的时候就会变的。你希望他在哪个时候变？突然9月1号进小学了，突然就变了？他什么时候变不是你希望，不是我希望，他会自己变的。那如果一直这么放任着，要我们干嘛呀？你就期待他自己变，你这树长歪了，你还得给他绑几根棍子的。你现在老是不跟他讲这个事情，没有这个意识。你看他马上要进小学了，突然间学校就会告诉你说，我们必须几点就得到学校。这个时候你猛地推他，他会不适应。他现在开始，明天他也会不适应，一样的。如果说你这个世界很着急催促你一定要怎么做，你要说我要给你做练习，我觉得纯属是庸人自扰，没必要。社会要打他，然后你替社会先打他一顿，然后美其名曰说我提前让你适应，将来你会挨打的，你先习惯。你这个规矩怎么就要毒打了呢？对，但是我不认可这个规矩。人生不是理科，没有那么理性。人生也不是文科，你可以那么浪漫。行，那我跟他聊。你说的啊？我说的。如果你坚定地认知一件事情，我会配合你去做，但是你千万不要逼我也认可这件事情，我不认可。我们家里真的就是这样。对，我们能聊得明白就聊，因为他没有什么可吵的，有什么好吵的？因为情绪真的不能靠猜，所以我个人的建议就是按照我们家里的做法。我们家以前流行是写小纸条，有些话你说不出口，你把它写下来，对方能够更明白你想说什么。就是更冲突的有吗？更冲突的，就我曾经会比较幼稚，我采用过离家出走的方式。挺酷的。离家出走后的结局是我把他找回来，他离开家最远，我估计应该离家门直线距离可能200-300米。300米，更酷。不是真的，那时候我们在剧组里面拍戏，我们两个一起曾经演过一部剧。对，叫《金牌律师》。然后呢，我们两个演绎式的方式不一样，因为我是那种直给型的那个，需要你给我那个情绪，我才能往下演。然后呢，我就希望他配合我。然后他其实那时候点好像就是说，其实演员有时候对手不大一定会配合你，因为他也不知道你想怎么配合。然后我就很生气，我觉得你是我男朋友，你怎么不配合我？
我们刚开始谈恋爱，我们这样合作你都不迁就我，就自己在这种情绪里面，我就不想回家。然后我就绕着那个湖走，一边走，然后还有那边有棵树，在那踢，好，你没发现我不在，哼，这个时候就不好讲，就自己在踢很久，然后结果他在旁边就这么看着我。我在楼上的那个厨房里看见了有一个人，我说哎那儿怎么有个人？这人干嘛呢？在那儿还踢树？我才反应过来是你。是啊，我们那次就这个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就是特别哭笑不得。行，来吧，那来吧。此时此刻，你们可是为了背负着你们母校的荣誉啊 ！No， 不对，没带身份证怎么办呢？那现在怎么办？去还是不去？我不去了。那不去，你走吧。没带身份证怎么办呢？啊，没带身份证。嗯。没带身份证想办法呀！这全家都出去旅游，你身份证我怎么想办法呀？你不说你拿证件吗？我说我拿的行李，你拿证件。那你不是说你不答应了吗？你连证件你都不弄好，那你要不我拿证件也行。那你拿呀。那是我的问题呗。就是你的问题，你现在是在用情绪跟我解决问题。那我除了用情绪，还能用什么解决问题？用道理啊，讲道理啊。我不会讲道理。你不会讲道理，那就你有问题。我有什么问题？你就是有问题。那现在怎么办？去还是不去？我不去了，我不去了。那不去你走吧，那不去你走吧，你走吧。算了。忍他！好，你怎么能这么急？哇，这个好激烈啊！哄一下，快点！媳妇儿，我错了，媳妇儿，我错了，对不起。我都要哭了，老公。在家都没吵过这么大的架，从来没有过这样，从来没有。哎，真的，谁跟我讲这话，我绝对不能跟他结婚。说你自己回家吧，你是不是疯了？对。你自己回家吧。我们刚才的演绎下来，如果有一方说这样的话，真的很伤。对，出任何的问题，夫妻之间应该本能的是先想到我们一起怎么来解决这个事情，而不是这个时候说你的责任，我的责任。夫妻哪有责任分得那么清楚的呀？所以丹姐说这句话，给我们大伙儿也有一个启发：谈恋爱的时候，也许我们会考虑到各自的一些事情，但过日子，两个人结婚在一起，就要两个人共同考虑一个事情去解决。是。其实我们吵架的时候，最终其实是一个练习沟通。每一次吵架都有更加的互相了解大家多一点点，其实不一定是一件不好的事。所以我觉得每次吵架我们有一点点进步，然后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是那种懂得反思的人，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走到今天。吵架不要害怕，人就会有情绪，这是一个自然反应。我们要害怕的应该是吵架的方式和表达，不要被情绪带着走。在吵架的过程当中，学会聆听，从而给自己一个方式，把双方的那个沟通的门打通畅。就是绝情的话不能说，换个方法，换个思路，都会好的。不要用言语暴力，就不要说不存在的事情，也不要只说自己的想法是怎样的，感觉到受伤，告诉他就行了。好，伙伴们，那接下来试驾，每个家庭一辆车。下一站巴音布鲁克。耶！出发 ，Go Go Go！ 本节目由双金维生素 D、双金钙锌赞助播出。双金谷营养专家为爱出发，盲盒月月开好礼，带你现场看综艺。动感地带芒果卡邀您观看《爱的休学旅行》。Hello， 走着。上车吧。上车了。我们确定一下，我们5辆车，大家对讲都开好了吗？能听得到吗 ？Over。5号车收到。
3号车燕林收到。你们每个人讲完话要加一个 over 的哦 ，over。Yes sir。 4号 over。 5号 over。 无聊啊你！我们确认一下车的编号，2号车是丹丹和周一维佳 over。 3号燕林江妮 over。 4号孙成霄金沙 over。 5号千香肥熊 over。 好，伙伴们出发 ，Let's go over。 拜拜。新疆话拜拜怎么说？再见。拜拜。走吧，出发 ，Go Go。接下来我们要自驾独库公路哦，全程约165公里，车程呢有大概3个半小时，请大家一定注意安全，安全第一。over。 妈妈他们这儿水特别棒，这水真清。哇！太漂亮了，有点像以前的山水画。哎呦，还有瀑布呢！哎，你看这路，看这是悬崖峭壁之中的一条道路。哎呦，大龙池，这大龙池，快拍照！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大龙池，大家快看窗外，现在是夏景。好漂亮！哇！我们怎么转到这样一个仙境来的？这么美的景色。伙伴们，这一条独库公路被称为是英雄之路，大家感受到的此时的这份险峻，可想而知当时在修建这条路的时候有多么的艰辛，有很多的人为此而付出了他们的生命。哇，太伟大了！所以现在有时候一些修建的工人会在走着走着之后，在某个地方会停下来说坐一坐，问他为什么。他会说，因为这里面埋着我的兄弟。哦，好感动，我真的好敬佩他们。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南疆和北疆之间被天山阻隔，要绕行上千里才能抵达。所以1974年，数万名官兵来到天山修筑独库公路。在修筑过程中，他们经历过雪崩、塌方、山体滑坡、岩体爆破、泥石流，几乎所有的地质灾害。有168位烈士献出了生命，用了将近10年才建好这条公路。所以独库公路不仅是最美公路，也是一条英雄路。我
我觉得修出这条路的人们太牛了，太伟大了，向他们致敬，真的向他们致敬。真的，这条路真的很有历史意义哦。咱们到这个最高处，向这些英雄致个敬，咱们来个鸣笛好不好？一起鸣笛。行吧。OK， 那我们就摇下窗户啊。哇！为什么有点想哭呢？好美！现在海拔3200。哇，我们离雪山兄弟姐妹越来越们，正前方雪山好漂亮。哇，前面的雪山，哇，好多！天哪，这也太漂亮了，太夸张。哇，好美啊，那么美的景，好漂亮啊，离云好近啊。世界实在太美了，太多地方没去过。山上有只大鹰。啊，看到了。这太漂亮了，看见了吗？那个大雕在天上飞，然后那边雪山。大伙儿注意安全啊！窗外下雪了。哇，这也太神奇了！哇，窗外下雪了。我们现在经历的是冬景。今年的第一次下雪，哇！第一场下雪了，哇，景色又变了，窗外现在是春景了。修牛过马路。哎，真的，哇，好多牦牛啊！你们好，哎，你们好。新疆这边没有熊吧？应该。没有。只有我一只。巴音布鲁克，我们来了。各位，快看窗外，我们现在到巴音布鲁克草原啦！现在看到的是秋景，哇，金灿灿的一片哎。巴音布鲁克，巴音布鲁克到了。哎呦天哪！天哪，太壮观了！哇，前面这里真的是什么仙境？我们是在地球上吗？太美了吧！哇，那个云好低的感觉，离天好近，太美了。太美了，所有的幸运都在路上。看见了吗，妈妈？啊，给女儿拍下来，这才是应该女儿看的景色。哇，左边有一群马在跑啊，你看到吗？前面有万马奔腾。哇，看到了吗？万马奔腾，很难遇啊。壮美河山，不到杜库走一走，不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中国最美国道是什么概念。它真的，一转弯风景就会不一样，就一转弯就会那么美。我们几个小时内经历过4个不同的季节。这里的气候也是一天四季。这个旅行最美的风景就是今天，这也太美了呀！咱们停一会儿，然后去溜达。走。这会儿风还正好。啊，我们的影子，啊，好看。
哎呀，我的妈呀！来，张开你的双手吧！哇，太帅了呀！哇！3、2、1，哇，这太不一样了吧！这太美了，耶！我们继续出发，前往房车营地啦。何猷君小朋友，请起床。何猷君小朋友，请起床。小鸡居，小鸡居，醒醒醒醒！就让他睡吧，到站了自然就醒了。在装睡这一块，一威哥有点发言权，是不是？咱们是不是快到了呢？哎呀，涉水！嘿嘿嘿嘿嘿。到了。这里呢，就是巴音布鲁克房车露营基地。好漂亮！走，我们下车吧。下车了。把右外套都穿上，别感冒。好。寄居，你把眼镜戴上吧，外面很亮。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很冷的地方，很冷很冷，老公很冷很冷。我这个，就是你能不能帮我弄紧紧？看不到。嗯 ，OK， 嗯，哦，很冷很冷。大家穿好衣服。现在先回房车休息一下，等我通知吃饭。哇！这也太酷了吧！冷吗？来，你先。好点。哇，好暖和啊，里面。很暖吗？啊。哇，太棒了！啥？我们的对 ，OK。哎呀，啊，哇，真的有那种寒冬腊月的感觉。房车，哪里有热风在吹？不先暖和一下，然后再关呗。好嘞。哇！吉居，你不进来吗？我拍照照，你关门吧。好。好漂亮啊！哇，你看那边真的是很美啊！哎呦，这太夸张了，这风景。昏黄的雪山，然后一望无际，远处还有羊、马，这种太美太漂亮了。哇，这里真的非常的美，我就觉得我可能人生只会来这个地方这一次。冷的话，我也要用我的手机记录下它的美。哇！你够暖吗？你要不要戴帽子？你帮我拿一下。很冷啊！哎呀，我是抓拍的纪实摄影师，大家可以无视。哦耶！你真好拍哎！你如果摄影师把你拍的好看，根本不是他们的功劳，就是你长得太漂亮。他经常就这样跟我说。是不是真的？要把你拍丑太难了。那我来了。多可爱！你不要卖萌。
聚个焦。吃饭喽！好的。走啊，先往里走，太凉了。我给你温暖，我给你温暖。老大风了，老凉了。哎呦我的妈呀！站一会儿成棍儿了，成冰棍儿了。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弟弟肯定是穿了单裤，对他没穿秋裤。我今儿真有烤串啊！哟，有串儿！新疆羊串儿。新疆羊串儿。哇！哇，这也太可以了！哇！这个是馕坑烤肉啊，哦，这个好吃。快去快去！馕坑烤肉，馕坑烤肉就是在那个灶里面坑里面烤出来的肉。我想吃一口。你咬完了给我。哎呦，嘎嘣！放点点骨头。这个肉嫩多了，真好吃。真是吃到正宗的新疆羊串，太好了。我经常在上海点外卖，我夜宵都是吃这个的。你一天就只剩因为它其实不胖嘛，你只是肉。但你现在这么好，你也不 care 胖不胖？哎，找错人聊了。没有了，没有了。我年轻的时候很胖。年轻的时候，你现在不年轻吗？就叔叔，你今年那个贵庚了？他跟我同一年的，你敢信吗？他就不停的一路上，从我昨天第一天见到他，他就说他老了。我现在年纪大了，就昨天说他老了，今天说他年轻的时候，每一次他讲到我都是。我先离开了，我先离开了。还辐射到了我们。可以，你这个大招一招上5个。在座的5位男士啊，你们想想今天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吗？我觉得他今天特别奇怪的美，是不是你们有个什么化妆环节啊，还是打扮环节？你今天特别美。你就是因为他这样喜欢他的。真的？我也不知道，很难说。我一直对外宣称是喜欢他聪明，但是这种时候就又觉得他好像。你们不觉得你们今天有收到一个微信，然后你老婆的发言很奇怪吗？那个问我像什么东西？我们来玩个游戏，就发一张照片，然后你就说这一路上看了那么多美景，你觉得我最像什么？今天5位都收到了，但是每个人回复的真的是不太一样。周先生回了什么？周先生给我发了很多他在路上给我拍的美照，啊，就没回那。我回答了。是什么？照片啊。这个答案真的是就不是个答案，就一点记忆很周一围吗？就很周一围啊，给你一堆照片，自己去想。你看你像什么了？你想像什么像什么？像照片，像你在照片里一样。这个太厉害了，这个高智商。维度很高啊。他不是1维，他是比我们都高1维。不是，先神秘，前提是在这一路他拍了我很多照片，一张都没有发给我。但是因为刚才这个问题，我终于得到了很多照片，我得到了那么多，哇！我我说你为什么把这个照片传给我？他说那是我的回忆。我说我在你的回忆里，我有权利要求所有我的回忆。周先生对你的爱好像有点像储蓄罐一样的爱，就是存起来的，
等着你有一天就是想要获得一些温暖，问他一些问题，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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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币就流下来了。钟老师有一点那种我爱你，但这件事与你无关，对不对？对，与你无关。就是梦瑶，你说完这个，我终于知道他们俩的这个命运的齿轮怎么能关联上了。说，那你刚才说完我爱你，但与你无关，咱解释。你给我模仿好一点，我是超重了吗？就是想笑又控制，然后又不想笑又不想笑出来看，然后。天灵啊，这上戏的演技，咱就是说，真的有点浮夸，浮夸但真实。OK， 可以。不，我生活中老会这样子说他，我说周先生你一定爱死了我了，你爱死了。然后周先生每次都回的时候，你误会了。我们两个老是这样对话。好，那佳妮他的给你的回答是？我看一下，我回答啊，好，像新疆的水果，又美又甜。像新疆的水果，又美又甜。我来这个节目，我感觉我表现得很油腻。但是我只在我老婆面前表现得很油腻。我们也感觉到了。就是新疆的水果又美又甜，你不觉得有点油腻？又油又伴有一丝甜蜜，又纯粹又很感性，又很美好那种画面吗？你这个回答又土，但是又带着一点甜蜜。对，就那种感觉。哥，咱就是说，这一屋唯一一个能感受到你的，可能就是他。他答了个真的很类似的答案。挺类似的。是吗？我说。不是我给他回答的时候，我也没想过真的要公布这种答案出来。先打个底啊，真的有点恶心。有点恶心。我说你是一块最特别、最美丽的一块雪花，我说是雪花，天上掉下来，上天赐给我的最漂亮的一块雪花。周先生，注意你的表情。我理解你，对吧？我理解你，对吧？挺好的，水果跟雪花嘛。新疆的水果又美又甜。我跟你讲，就我们这种感觉，只能回答给自己老婆，还觉得很有意思，而且也真实。对，如果要是说给别人听，别人就是好油啊怎么的，但是自己老婆很理解，对不对？我们也不会莫名其妙跟朋友讲这种话，对吧？这怎么可能呢？还有2位来那个。大熊的回应也挺，你也开始叫大熊了，对，觉得你们叫的挺好听的。大熊就说上日落，然后他就发了一篇他发过的一篇文，他拍了一个影片，然后那个标题就写，文案就写日落你很美，像吴总一样美，也是很油腻的一个。不油腻，这不油腻。对待自己爱的人，多油都不算油。因为他平时是一个比较直男的那种，他不太会温柔的做小事情那种人。他不会，比如说啊，你洗澡之后我帮你吹头啊之类，不会。那正常来讲也不会的吧？很多男的都不会的。这个应该是真的吗？我平时不吹，她就是怀孕的时候，她那个弯不了，不方便。我怀孕的时候帮她吹的，对。我坐月子的时候你有帮我吹，但是平时，但不是平时没有，对，她就是不方便的时候。会吧？会吗？我怀孕的时候他会。我老公会。我老公会。平时。我们有吹耶，我们有吹。他是那个吹风机会定在同一个地方，然后头皮都烫到了，你知道吗？他很明显就是他觉得他做的很烂，以后就不用做。没有，也有很积极去进步，但是就手比较就不灵活，就。哎，
那我问一下千羽啊，哎，那我问一下千羽啊，啊，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需要鼓励的时候，然后紧接着说你要这样的话，那就算了吧，然后你就觉得那他都这么说了，我就不做了，会有这种？那就索性我们大家都不要再帮那个吹头了，真的是，哎呀，哎呀，我们会跟千羽说，哎呀，没鼓励的。不，那所以多给他一点鼓励，他会做得更好。所以我今天呢要表扬他一下，因为他自从我说过他，好像就是我生病的时候，他很不会照顾你，对，不够细心，不会做这种小事情。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希望你可以多就是学习一下怎么做。但是今天呢，他就。给你的热水，谢谢哦，肥熊，这么不用客气贴心。就有一个责任感。这2天啊，这个旅程当中必须吹一次头发。好的，好的。弟弟说吧，发了什么？你觉得什么最像我嘞？你自己说。金屁屁羊。什么是屁屁羊？路上我们看到很多个绿屁屁羊、红屁屁羊都做了标记的，挺搞笑，挺浪漫的，的，搞笑男，很可爱，很可爱。媳妇儿，来新疆看了这么多美景，你觉得我像什么？像山，为什么？就是比较可靠这种嘛。一威哥，山也像是可靠。因为我一直也说他是像山，然后像定海神针，就是他能把我的情绪稳定住的那种。它像其中我路过的那个风景，有一个圆圆的山，很远的山，全是山了。牧羊，我觉得你像我身上的羽绒服，紧紧的温暖了我。对这个天涯海角的地方，这个如果是男的说还蛮油腻。不是，我想说，他这个羽绒服跟我这新疆水果有什么区别？我就想找一个这样跟我一样的答案，我终于找到了。所以才是朋友啊，哥。羽绒服。好累。吴总，我天哪，想不到哎。吴总，吴总，吴总来认真想。你的那个真正是真的在等待你的答案哦。你看他多期待，你看他，你看他，你看他，他的眼睛已经在那里zoom。我觉得你有点像我保温壶里的水，就是我没有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不想喝热水，我想不起它，但是我有什么不舒服了，我会突然很需要它。行了，不用讲完了，不用讲完了。哇，这个真的是。我当时愣了一下，是不是我自己的表达的不太好？我好像不知道怎么样说一些有感觉一点的情话，是我个人的性格的问题。因为我妈妈也是这样的人，她比较吝惜对别人的鼓励，所以我从小就不是在一个比较鼓励性的教育底下去成长。我觉得鼓励对方、跟对方表达爱，是我一个还需要再努力的一部分。哇，你最近就这2天就不要让他给你吹头发了。啊，对你现在 OK 了，不用吹了，不用吹了。下次他说你们能帮吹了，你说喝热水。有风险。其实刚才他描述那个温水的那个，我觉得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啊，就肥熊可能很伤心，但是我其实这个就是完全是他的性格，他是一个很坚强，永远没有表态过他不开心或者是被外界会影响到的。对，但是同时间也是因为他的坚强，让我觉得哎，这个女生我就很喜欢，对，很吸引，对。希望就
能够作为你另一半，就我是很乐意去分担你的任何不开心的事，也不需要只是跟我分享你的开心或者是对。其实慢慢的你会放下那个的，因为我以前也是那种硬的不行的人，就是靠我自己打拼出来的，真的很硬。我特别理解那个，是不是也生了小孩也会变一点？会有，然后还有就是家人就男方的一个承载，你只要承载1次2次多了之后，他会越来越多，你等于在鼓励他，慢慢他会变得越来越柔软。因为你觉得你后背有真正的靠山，他会帮你承载所有的情绪。但我有点害怕，我自己不开心的事情讲出去，他也会不开心。他应该得的，他必须要承载。凭啥我不开心的时候你能开心？本来就是啊，我现在很不开心，你就需要来跟我一起分担这个不开心，然后想办法帮我分担开之后，我就会开心一点。我觉得很有道理哦。学会了吗？新技能 get。我不开心，谁都别开心。不开心，大家都别开心。一件事逐渐变成了另外一件事。就话糙理不糙的那个感觉，我相信能够明白那个意思，不要太懂事。OK， 但我觉得这个话题挺好的，因为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生活中怎么处理的，也可以让我们像16一样靠得更紧一点，从而更享受我们未来的旅程。是不是？对，忘了跟各位报备，我们现在的团队叫做16团队。16。希望各个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的拥抱在一起。那就是16团队了。好，16。16团队，你可以。16。哦，16。不是16。我在想为什么16？我一直以为是16号的16。You get me, bro. You get me, bro. You get me, I was like, 好，我们各位小16子，现在我们可以回房间休息了。祝大家晚安，晚安，晚安。Let's go 啊 ！Let's go。小心。咦？點解好似冇頭先咁凍嘅？吃的東西又暖了。是沒剛才冷啊！算了，我把這個話撤回。不，你剛出來不會冷，站一下就會。站個幾秒鐘就冷。對，這裡不能嘚瑟。對呀。好好休息啊，今天。好，晚安哦。好玩。Oh my god！ 這裡有蒼蠅。当心用手。痛吗？继续。痛吗？继续。继续。继续。打扰了。打扰了。哥转头就走。转头就走。Friday afternoon, I'm writing remedies for the rain. Wonder why do all these flowers handle so much pain? 点赞。You're welcome, bro. Thanks, bro. Howdy. Today. 哎呀妈呀，2个大脸，干嘛？你遮住不就好了吗？你别把人家拔了，你遮住吧。行。对。不拔了啊！晚安。拜拜，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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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打算好像是2月份，就新年的时候会新年见家人对吧？见家人。紧张吗？有紧张，有紧张对吧？实际上我们家长互相也知道对方，
都是谁，然后对这种年龄差或者是怎么样，其实双方家长都知道。对，那我也经历过家里的人不认同我的伴侣，那我知道是一件很难受的事。对，所以我为什么这样问你啊？是就怎么样，就是让家里就突然改观，就会说，姐还是蛮好嘛， OK 对对，不像一开始这样。我觉得主要是时间，时间，然后加上家人会看到我的改变，就我以前会脾气很暴躁，跟家人去沟通的时候呢，聊得不爽不开心，我就关门走，对吧？走。但是我觉得就跟千羽在一起，他是一个情绪管理一个智商非常高的一个人，那我会从千羽身上学到这个，令我的性格有很多良好的改善的。过了一定的时间，然后家人也看到我的一些改变，让千羽就从可能当初家人不是太接受的一个状态，然后后续慢慢了解了，找到认可。我只能说有千羽非常 lucky。各位休学旅行成员，接下来让我们尝试画出心中的怪物，让伴侣懂你的旧痛。我上小学的时候，老师是觉得我是智障，想来读书的话，检测一下智力。我小时候每个礼拜被揍 ，Oh my god， 导致到我有很多自虐的一个动作，抠自己的，抠到流血。就10到15岁的时候呢，长了一个好大的肿瘤，亲戚家属们就是哭着走的那种，真的有可能要死了，超级恐怖。那个台阶说的，你表述吧，省得我又表述错了。不记得了，我忘了。现在我们去9曲18弯看9个太阳。哇，这太美了！好漂亮嘛！我们现在在等的是9个太阳，传说只有幸运的人才能够看到，但现在还没有9个。怎么看呢？那个乌云真的有点厚重，会不会瞬间就下雨啊？好冷啊，几句没了，估计。走了。下山。来吧，姐妹们，女生排队。你的理想型是谁？我是谢霆锋。我也喜欢谢霆锋，就是很帅。我很欣赏四字弟弟。我也是。我喜欢。我也喜欢。每天晚上梦里都是他。这都可以聊的吗？今天可以说真话吗？我真的会觉得说千羽会不会有点，比如作的。我觉得朱丹姐恋爱脑，没有自己的想法，真的带有这种想法，这个不叫传闻，那个是事实。太累了，挺有病的。今天我们学习家庭成长课的第5课，让吵架变成有效沟通。人们容易觉得吵架是一个负面的词，代表关系出了问题，因而回避吵架。但是心理学研究发现，害怕吵架、回避冲突的夫妻，婚姻关系反而更容易破裂。燕玲和佳妮这一对面对的是一个现实问题的解决。没带身份证怎么办呢？那现在怎么办？去还是不去？不去了。那不去，你走吧。燕玲表演出了吵架中一个非常破坏性的做法，就是把可以解决的程度性问题变成了一个去或不去2极分化的问题，把小事儿重新定义成了大事儿，就把对方逼到了死角。朱丹和周一围演绎的是关于养育孩子的冲突，这在婚姻中间也是非常典型的一类冲突，也是他们2个人对于社会化和遵循自我之间的冲突。在他们的吵架练习中，周一围做得很好的一点是，如果你坚定地认知一件事情，我会配合你去做。周一围的主动妥协代表着他很爱朱丹。在小明和小马的吵架练习里，小明是兼容逻辑和情绪的，而小马只侧重逻辑。小明和小马面对的冲突是进行时的状态，在短期内可能无法有效解决。
我们现实生活中就是他知道我行程嘛，那他会跟我说，那你要不要陪我啊？他一讲了，我就会迅速的去变动我自己的行程。如果小马对于小明有更多的对他情感需求的尊重，对他的感谢，那么就能够更好的呵护小明的情绪。博雄和千羽的吵架练习是关于消費觀方面的衝突。博雄認為自己的消費觀更對，千羽和博雄並不一樣，但並不代表千羽就是錯的。我哋同你講過好多次，我冇必要去買一啲咁貴重嘅嘢咯。為什麼你要管我？我又沒有花你的錢。一個人執着的價值觀背後隱藏的是恐懼。博雄背後的恐懼可能是，如果我不能控制好金錢，我可能會淪落到一貧如洗。而千羽的恐懼是，如果我被別人控制，就可能會失去自我。如果他們能夠理解並安慰彼此的恐懼，就不會再為此而爭吵。在莎莎和瀟瀟的吵架練習裡，莎莎示範了一些引發吵架的負面行為，常常會誇大一些負面的問題。每天回家都這麼晚，你手機幹嘛老扣起來呀？不要敏感行不行啊？我敏感？你在跟我開玩笑嗎？吵架中，我們應該避免這樣子炒標籤，針對事實去解決問題，而不要互相貼上負面的標籤。這也是我們很多人在吵架時容易犯的錯誤。如果吵架無法避免，那就讓我們在吵架中獲得成長。更多精彩內容盡在新浪娛樂微博綜藝新浪綜藝，上微博搜索話題愛的休學旅行，實時獲取節目精彩幕後花絮。上微博搜索話題愛的休學旅行，參與互動，開啟夫妻休學之旅。感謝獨家社交媒體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體新浪娛樂微博綜藝新浪綜藝，首席合作新聞媒體新浪新聞，新聞客戶端澎湃新聞，戰略移動資訊平台網易新聞、網易娛樂、網易談新社，深度短視頻互動平台抖音，深度短視頻合作平台快手，內容合作平台小紅書，深度文旅合作媒體中國國家旅遊，特別合作同程旅行、去哪兒旅行、媽媽網孕育、美柚、親寶寶、檢票集團。